你要记住，今天晚上你男人要碰你，要脱你裤子，你要假装不顺从，他就会告诉他妈，人家就会知道我是怎么教养女儿了。她是我的母亲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可我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悦。如果你想知道这其中的缘由，那么请你听听我的故事。在福建惠安的一个小山村，他们有着不一样的风俗。刚结婚的新娘3天内不许出门，不能吃喝，更不能上厕所。婚后的第3天，新娘就必须要回娘家，而且1年只能与丈夫见面3次，直到有了孩子才能名正言顺的在男方家生活。而我却刚好在这个地方长大。我叫慧花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惠安女。小时候的我什么都不懂，直到哥哥结婚，我看见嫂子腹痛难忍，却不敢迈出房门，我才意识到这封建礼制的可怕。你想大便？那快去啊，厕所在那边。照规矩，我3天不能出这个房间，也不能吃东西。我不忍心见大嫂受苦，于是偷偷帮大嫂拿了尿壶，解了她的燃眉之急。大嫂为了感谢我，就送了我一对手镯。哥哥婚后出海打鱼归来，本就身体不适的嫂子被硬拉去帮忙。我劝嫂子去边上休息一下，可嫂子却说哥哥认为她无碍。慌忙之中，嫂子一不小心摔倒在地，打翻了鱼篓。哥哥见此，连忙走到了嫂子面前，可让人意外的是，他并没有扶起嫂子，反而对着嫂子就是拳打脚踢，嘴里还喷着大粪一般的脏话。母亲见此没有阻拦，反倒是添油加醋，暗讽嫂子是个没用的女人。我看到眼前的这一幕，心中慢慢对婚姻产生了厌恶。嫁什么嫁？谁敢打我？我先打死他，自己再死掉。她是秀姑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早已成了无话不说的闺蜜。我将嫂子送的手镯给她分了一个，并把嫂子的事情都告诉了她。很庆幸，她和我的想法一样，都觉得所谓的婚姻只是女人的坟墓。随后我们2人来到了妈祖庙，并在妈祖面前宣誓，结为姐妹夫妻，同生共死，永不分离。你不负我，我不负你。晚上我想要带着嫂子去看电影，可我们刚出发就被母亲拦下，她非要嫂子留下干活，说什么也不让嫂子跟着我们一起。嫂子也被这吃人的规矩所腐蚀，丝毫不敢有任何怨言。无奈之下，嫂子也只好顺从。当我们在看电影时，隔壁村的美珍偷偷溜出了影院。她现在还没孩子，只能私下与丈夫见面，想要早点怀孕。如今这世道，夫妻见面还要偷偷摸摸的，简直是可笑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他们2人私下见面的事情很快就被村民发现。他们以所谓的规矩怒骂着美珍。我什么地方见了？我想早点生个孩子，这样就成结吗？丈夫想见妻子都不行，这是规矩错，不是我的错。美珍歇斯底里的呐喊，没有得到村民们的同情。他们叫来了村长，村长以规矩不可破为要挟，逼迫她的丈夫惩罚她。丈夫迫于压力，只好缓慢地抽出了皮带。美珍瞬间心如死灰，她没想到心爱的丈夫居然会和他们同流合污，于是她一气之下，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人们常说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可如今这个社会，规矩是死的，人也是死的。晚上，我和秀姑在洗澡时感叹着这个世界的不公。什么天经地义的事，都是那些臭男人编出来的。秀姑深知我们逃脱不了被嫁的命运，便再次做了一个约定：要嫁一起嫁，要死一起死。秀姑姐。转眼间，秀姑到了婚嫁的年纪。她的母亲早已偷偷为她安排了婚姻，秀姑虽不情愿，可她还是拗不过父母之命。为了守护我们的誓言，她在腰间绑了7条布带，并且承诺不会让任何人碰她。我是你的，秀姑姐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秀姑的丈夫阿光与常人不同，他并没有强迫秀姑，反而是对她特别的关心。早上不仅为秀姑准备好了早餐，还专门为她雕了一个石像。渐渐的，秀姑也对阿光产生了感情。2人你情我愿的同了房。3天后，阿光将秀姑送了回来。看到她的那一刻，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。我们又可以像往常一样一起劳作，一起玩耍。有一天，天空下着大雨，我们在搬运石板，秀姑在前面拉，我在后面使劲的推。阿光突然冒雨骑车赶了过来，他接过秀姑肩上的绳索，帮我们将石板运到了山顶。临走时，还把自己的雨衣披在了秀姑身上。我看着他们那亲密无间的样子，突然间意识到，我和秀姑之间的誓言似乎早就发生了变化。待阿光走后，我愤怒地质问秀姑：你爱你丈夫多一点，还是爱我多一点啊？当然是爱你喽。得到了秀姑肯定的回答，我心中悬着的石头才落了地。转眼间就到了中秋佳节，按照习俗，秀姑要回到丈夫家过节。为了留住她，
我故意从墙上跌倒，假装扭伤了脚。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，没想到秀姑却直接拿着东西就离开了。这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受到了背叛。第二天，我在路边闲逛，大姐有事儿，便让我帮忙看摊。突然间来了一群混混，他们在我面前说着污言秽语。原以为忍耐就可以躲过一劫，却没想到他却成了母亲给我指定的丈夫。长得挺不错的嘛，听说又买新船了。一时间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于是我就找到了秀姑。我知道你跟你丈夫在房里做什么事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没结婚，你不会明白的。好，你说我不懂，我就结婚给你看。我一气之下就同意了母亲安排的婚事。婚礼当天，母亲为我系上了布带，在我耳边一直叨叨个不停。我假装附和着她，实际上一句话也没听进去。没过多久，我就被送到了南方大雄家里。老婆就是头猪，要肥，要能多生儿子，我才有面子啊！我越想越气，我一个黄花大闺女居然被说成了猪。既然你不给我面子，那你也别怪我无情。晚上，大雄醉醺醺的来到了房间，他一心只想着那些龌龊之事。脱衣服，脱衣服！他见我无动于衷，便想强行跟我洞房，可我也不是好惹的。混乱之中，我一口咬在了他的耳朵上。这个畜生见此变得毫无人性，不停地对我进行殴打。我找准机会，一脚把大雄踹晕了过去。我坐在床上不知所措，想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决定回了娘家。我以为母亲会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，可她却只是一味地责骂我。我花了多少心血给你找了个好婆家，谁不羡慕你命好有福气？新盖的大房子，堂堂大少奶奶穿金戴银的，这是要你生个儿子吗？你连个屁都没放就溜回来了。说着轻巧，我现在想起他的样子就想吐。我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委屈，同母亲大吵了起来。母亲气不过，转头就离开了。晚上，我找到了秀姑诉苦。哥哥突然间闯了进来，他一把推翻了桌子上的饭菜，还责怪我没有服侍好丈夫，不帮我就算了，居然还骂我。我实在忍不住和他吵了起来，可我没想到他居然会因为这件事动手打我。我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却又陌生的哥哥，心中充满了仇恨。事后秀姑也劝我认命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如果那么容易改变，便也不是规矩了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再次回到婆家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大雄居然带了一个女人回家，还厚颜无耻地声称要叫我洞房。我实在忍无可忍，当众提出了离婚。我已经跟你儿子离婚了，我自由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大雄就找到了我，声称我要离婚可以，但必须退还聘金，还要抵5000的赔偿费。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可一旁的母亲丝毫不提聘金的事情，只是一味地责怪我丢了她的脸，还声称要带我回婆家认错道歉。我心中有苦无处宣泄，只好找到了大嫂。可此时的她早已重病在床，但她还是拿出了我的聘金和她的私房钱，并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可就在这时，哥哥突然冲出来抢走了钱，还狠狠甩了大嫂2巴掌。大嫂好好的一个人，被你折磨成这样，你良心过意得去吗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不规规矩矩的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哥哥对着我和大嫂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。大嫂在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下，一口鲜血喷出，最后含恨而终。第二天，我再次找到了母亲，想要拿回自己的聘金，可母亲却以哥哥娶媳妇为由，拒绝了我要回聘金的请求。这太不公平了，大哥是你生的，我也是你生的，为什么你只为大哥着想呢？男的是龙，女的是泥，你怎么能跟他比？你也是女人呢，难道你不是人吗？那你跟我走，以后不要再回来了。我早已对这个所谓的家失望透顶，离开或许也是一种解脱。我无处可去，只能去找秀姑。我只求能与秀姑厮守一生。可在集市上，我偶然听到秀姑要与丈夫远赴深圳。我找到了秀姑，质问她是不是真的要离开。你是不是跟你丈夫一起去深圳？我怕留下你一个人嘛。我假装毫不在意。不怕，你去吧。真的，慧花？真的。实际在心中已经埋下了邪恶的种子。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，今天晚上来找你，我还有很多话跟你说。那一刻，我的世界彻底崩塌，家人唾弃，秀姑也要远走他乡。我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，我只能向妈祖娘娘倾诉心中的苦闷。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，我磨好了菜刀，生出了与秀姑同生同死的念头。晚上，秀姑买好了酒菜前来告别。当她向我诉说不舍的时候，我慢慢抽出了藏好的菜刀。可就在我要动手的时候，我听到秀姑说她已怀有身孕。我不想让孩子在这里长大，我更不想替他定亲。
她的婚姻应该由她自己做主吗？我实在于心不忍，便又将菜刀慢慢放了回去。孩子是他打破规矩的希望，如今也成了我的希望。送别了秀姑之后，我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家，跟母亲做了最后的告别。随后我化上了精致的妆容，换上婚前的服饰，独自一人来到了海边。我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，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坚守自己的内心，就能摆脱这悲惨的命运，可现实却一次次将我击溃。我一步步地向海的深处走去，海水渐渐没过我的身体，我终于解脱了，也终于摆脱了这会哀女的魔咒。